近来房市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全台空屋率攀升到15年来的新高点，这意味着每10户房子中就有1户是空着没人住的。而更令人瞠目的是，小于20坪的小宅，原本以低总价广受年轻族群欢迎，如今反而成了空置压力最大的房型。难道台湾的房子盖太多，供给过剩了吗？在台北市和新北市以外的地区，新完工却卖不掉的房子数量急速增加，尤其桃园市未售出的新屋竟然突破2万户，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房屋的供需拉锯战。想象夜晚从高空俯瞰城市，点点灯火中有近1层的窗户依然漆黑。根据内政部统计，2025年上半年的全台低度使用住宅比率来到 10.43%， 创下15年来的新高纪录。所谓低度使用住宅，就是指长期用电量极低，几乎没人在住的房子，简单说就是空屋。全台空屋数量已经接近100万户，这几乎是台湾总住房数的1/10，意味着每10间房子就有1间闲置着。回顾历史数据，这样的空置潮上一次出现在15年前左右。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风暴影响，房市一度低迷，当年的空屋率曾达到 10.68% 的高点。随后经济复苏，房市交易活络，空屋率一路下滑，在2021年底降到了 8.66% 的低点。然而正当大家以为房子终于住得差不多了，剧情却反转，从2022年开始，空屋率又慢慢爬升，到了2025年，空屋率冲上 10% 以上，重回金融海啸后的高峰水位。这样的变化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房子突然闲置？到底是哪些房子在空着？是没人要买，还是买了却没人在住？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往下看。过去几年，小宅当道一直是房市显学，建商拼命推出20坪以下的1房、2房小套房，因为总价低，更容易吸引首次购屋的年轻人或小家庭。然而最新数据却显示，20坪以下的小宅空屋率高达 19.26%， 是所有坪数中空置比例最高的。换句话说，5间小宅就有将近1间是闲着的，这听起来十分吊诡。小宅不是最抢手、最符合现代家庭需求的产品吗？怎么反而沦为滞销品？我们先来看看数字，在6都以及新竹县市中，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的小宅空置率都超过 20%， 也就是1/5以上的小宅没人住。相形之下，双北地区和新竹的情况稍好一些。台北市小宅空置率约 12.4%， 新北市约 14.2%， 新竹市 17.6%， 新竹县 18.1%， 都在2成以下。这表示在台北、新北这样的1线城市，小宅还是比较有市场，不至于大量空着。但在中南部许多地方，小宅盖了一堆却卖不出去，变成了空荡荡的小公寓。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不外乎2点，供给暴增和需求错配。先说供给，前几年房市热络时，建商深知买房人最在意总价，因此大量推出迷你型的小宅产品，尤其在地价较低的郊区或2线城市，更是盖满了强调轻松成家的小坪数宅邸。然而，供给多不代表需求跟得上，许多小宅位在较偏远的新开发区，通勤不便，生活机能不足，本地的年轻人口又在外流，结果房子虽小，却没有足够买家愿意入住。再者，有相当比例的小宅其实被当成投资商品，被投资客买下后转手或出租。然而，随着近年房市趋冷，投资客纷纷退场，不少先前买下小宅的人转卖不掉，出租不易，只能让房子空在那里等行情。小宅虽然总价低，但单坪单价往往不便宜，再加上空间局促，若地段不够优，租屋族也未必愿意为几坪的小套房支付高租金。于是小宅就这样陷入两难，对刚需族群而言，地点远不实用；对投资客而言，涨幅有限，难获利。最终，越来越多小宅成了没人住的空壳公寓。这样的景象仿佛给小宅热潮泼了一盆冷水。闲置的小套房一间接一间，黑暗的窗户夜里诉说着市场的反思。房子小不代表一定好卖，真正能打动人的还是那黄金地段与便利生活。
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小宅，如今却在等待有缘人上门。说到空屋，很多人脑中浮现的是荒凉的鬼城或废弃的大楼。其实，台湾的空屋散布在各式各样的角落，有些是在繁华都会中的高楼，也许整栋楼外观看起来华丽新颖，但夜晚只有零星几户亮灯，其余皆空。有些则在郊区的新兴重划区，一排排透天或大楼社区静悄悄，入住率寥寥，仿佛一座座幽灵社区。还记得前些年媒体常报道的新北淡水吗？当地因大量推案且位置较远，曾经累积许多卖不掉的新屋，一度是空屋重灾区。然而时移世易，最新的排行榜显示，淡水区的待售新屋数量已不在全国前10名之内，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原本不起眼的区域，如桃园的龟山区。根据统计，全台待售的新成屋子，已完工但仍在建商手上的屋子，以桃园市最为惊人。桃园市2025年上半年，光是新成屋待售就超过2万户，创下6年来的新高纪录。其中，桃园龟山区已近4970户，雄踞全国各行政区之首。而且这已经是龟山区连续4年蝉联待售冠军了。试想龟山那一带近年因机场捷运通车和科技园区开发，建商蜂拥而至，盖了许多新楼盘，但需求似乎跟不上供给，导致新屋空在那里。一到夜晚，龟山一些新社区整栋漆黑，俨然成了空屋王国。不止桃园，台中市的北屯区待售新屋约有4068户，紧追在后。台中的北屯近年也是推案热点，新建大楼林立，如今也面临消化不良的隐忧。再看台南市，待售新屋约 1.1 万户，高雄市约 1.4 万户。虽然总量不及双北或桃园，但对这些城市自身来说也是显著增加。尤其高雄的几个行政区，如三民区、凤山区、楠梓区，都各自囤积了2000户以上的新屋在找买主。反观台北市，因为土地取得困难，开发量有限，未售出的新成屋仅有约4142户，数量在主要城市中最低。新北市则约 1.96 万户，和桃园不相上下。不过，新北的房子多集中在既有市区，需求相对稳定，因此虽有空屋压力，但不像外县市那样明显滞销。值得注意的是，这波空屋潮主要集中在双北以外的地区，也就是说，北部以外的中南部与新兴都市圈成了供给过剩的重灾区。除了城市里的新建案，一些偏远的乡镇空屋率也特别惊人。统计显示，新北市万里区、宜兰县、礁溪乡、屏东县、雾台乡、台东县、卑南乡等地的空屋率都突破 30%， 相当于每3户就有1户空着。这些地方有的是观光区，如礁溪温泉区，可能存在许多度假宅或投资客买来的休闲房，平日无人居住；有的是偏乡，如雾台乡的原乡部落，人口外流严重，新房子盖了也乏人问津。种种极端案例，把台湾区域发展不均的现实狠狠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一边是蛋黄区僧多粥少，寸土寸金，另一边是蛋白区房屋闲置，空荡无人。短短几年内，为何会从一屋难求变成一屋难售？让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这波空屋潮背后的大趋势。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经济景气与利率环境。2020年至2021年的时候，利率处在历史低点，银行大把银根撒出来，房贷利率不到 2%， 钱放银行不如买房保值，于是不少人涌入房市寻找机会。那时候房子好像怎么买都会涨，预售屋开卖常常秒杀，甚至出现排队抢购、红单炒作的热潮。建商也看准时机，大量推案盖楼，一派欣欣向荣。然而进入2022年后，全球通膨升温，各国央行纷纷升息踩刹车，台湾也不例外。中央银行连续几次调高利率，房贷利率升到接近 3%， 甚至更高，贷款负担骤增。与此同时，行政院也推出所谓选择性信用管制，加强限制第二户以上购屋贷款成数，俗称限贷令，目的在抑制炒房。资金成本上升，投机空间受限，房市热潮开始降温。原本跃跃欲试的投资客缩手观望，
刚需买家面对高房价加高利率更加却步，一时间房市出现明显的量缩局面，成交量大幅下跌，成交变少，买气不足，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房子卖不出去。过去几年开工新建的房子陆续在2024年至2025年间完工交屋，可市场上接盘的买家却变少了，于是这些新成屋滞留在市场上，成为今日空屋潮的主力。根据统计，2024年第四季到2025年第一季之间，全台约有 8.5 万户新成屋完工入市，供给大量涌现，但偏偏这段期间的整体房市交易疲软，新屋供过于求的情况就格外明显。其次，要考虑换屋族的连锁效应。当一些家庭在前些年高点时购买了预售屋，如今新房落成搬进去，他们原本居住的旧房子如果一时半刻卖不掉，就会暂时空置在那里。这类换屋空窗平时或许不是大问题，但在行情差、成交慢的时候，就会推升空屋数量。一边是新房子有人住进去了，另一边旧房子却挂在市场上，久久卖不出。期间这旧屋就计入了空置统计中。很多专家推测，2025年空屋率飙高，有一部分原因正是换屋族增多所致。新房子自住需求稳定，但旧房子短期内找不到下家，空屋数自然上升。再来，不得不提政府在住宅政策上的动作。为了落实所谓居住正义，政府这几年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青年安心成家贷款，简称青安贷款的优惠方案，提供首次购屋者低利贷款，希望帮助年轻人买得起房，以及房屋税 2.0、囤房税 2.0， 在2024年中上路，祭出更高的持有税率给多屋族和空屋。这些政策一方面刺激了一些刚性需求提前进场，怕优惠取消或条件变严，另一方面也让部分多房持有者开始评估卖房或将空屋释出出租，以免税负加重。听起来政策好像有双重效果，但短期内市场反应往往复杂。例如新青安贷款上路时，有些人赶着买房申请优惠，房价不跌反涨，反而助长了一波涨势。可是随后限贷令含房屋税改革出台，又让投资者却步，市场转趋观望。可以说政策弹药轮番上阵，既救了需求，也打击了投机。结果就是房市出现一种焦灼，真正刚需的部分被撑住，但投资炒作退潮，整体成交量下降。然而房屋开工和供给的脚步并非说停就停，于是供过于求的压力慢慢积累成型。最后一个长远的大背景是台湾的人口与社会变化。台湾出生率连年低迷，总人口已经在近年开始负成长。虽然家庭户数因为单身、少子化而在短期内仍微增，但长期来看，整体住房需求可能趋向饱和甚至减少。当人变少，房变多，渐成趋势，房子不够住的年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场居住形态转变。年轻世代未必愿意继承老家，偏乡房舍乏人问津。都市里大家挤破头抢好地段小宅，但郊区的大房子可能空着没人要。这种结构性的因素正默默地为空屋率上升推波助澜。那么空屋变多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一般民众和整个房地产市场而言，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首先是房价的压力。当市场上有大批卖不掉的房子，供给远超过需求时，价格自然不容易再坚挺往上。长期来说，空屋率攀升会对房价形成某种抑制作用。想象一下，如果整条街都有房子在卖，而且好久都没成交记录，卖方要么就只能耐心等，要么就只能开始降价求售。事实上，最近已经传出一些区域的新建案开始松动价格，像桃园某些热区的建案，开价直接打8折起跳，比高峰期实质降了20%，以求吸引买家进场。过去几年高歌猛进的房价，在这波空屋潮面前不得不趋于理性。一些购屋者期待的价格修正正在发生，不是崩盘式的大跌，而是缓缓的高处不胜寒的价调回稳。然而房价的调整具有地域和产品差异，蛋黄区的热门物件因为供不应求的本质没变，价格依然相对稳固，但蛋白区、新兴区那种卖压沉重的地段，溢价空间就明显变大。
空屋多的地方，买方自然占据优势，可以货比三家，慢慢挑。卖方若不让价，很可能房子就继续闲置。一位房仲业者透露，目前市场上出现买方市场回归的迹象，溢价幅度扩大，成交需要较长时间，卖家心态逐渐松动。对多年来飙涨的房市而言，这或许是一件好事，过热的市场冷却下来，价格回归理性，才能让真正需要房子的人比较有机会负担。其次是建商的策略转变，面对销售变慢，空屋增加，建商也在调整步伐。最明显的是新建工程减速，统计显示2025年全年全台住宅开工量仅剩 12.7 万户，创下近6年新低。这表示建商对市场供需状况有了警觉，开始主动踩刹车，避免继续大量推出新案，造成更大压力。许多开发商索性延后推案时程，或干脆暂缓手上原计划开工的案子，以免盖出来又成了新的滞销库存。除了减少供给量，建商品味道高，总价豪宅卖不动的教训，纷纷转向新建低总价的小宅产品。即便小宅目前空置率高，但长远看小家庭、单身族增加的大势不变，价格亲民的小宅在好地段依然会有市场。所以建商的新策略是在都会区交通便利的地方推出精致的小坪数宅邸，以吸引首购族和上班族。相反地，那些郊区的大坪数豪华宅或设备浮夸、总价破亿的豪宅，在现今高房价、高利率的时代显然乏人问津，未来恐怕会越来越少见。此外，许多建商开始把目光投向都市更新与老屋重建。由于纯住宅用地，也就是所谓速地难求，要在城市黄金区域找到一块空地盖新楼，几乎比登天还难。因此，透过都更来取得建地成了趋势。一些老旧公寓如果无法卖出，不如整合起来申请危老重建或都市更新，不仅改善居住安全，也可增建新房供给市场。房地产业者指出，在都更计划中，因为有政府奖励容积，建商能获得新的楼盘销售，同时原屋主也提升了居住品质，可谓双赢。现在的建商可聪明得很，他们宁可花心思去谈都更收购老公寓，也不愿意贸然在郊外盖一栋可能滞销的大楼。这种汰弱留强的策略，让资源更集中在有潜力的地段和案子上，劣势地区或条件不好的案子则被果断暂停。房地产市场正悄悄地进行一次重组，活下来的将是那些更能符合未来需求的产品。再次是租赁市场的变化，当大量房子卖不掉时，有些屋主会选择先出租求现金流，这可能让租屋市场供给增加。政府房屋税 2.0 也鼓励将空屋释出出租，若将闲置房屋出租并如实申报租金，可享较低税率，这激励不少多屋主把空着的房子拿出来招租。供给一多，租金涨幅自然受抑制。近年来高涨的房租也许会因空屋入市而稍稍趋稳，对租屋主而言算是个福音。不过目前出租的增加主要发生在蛋白区或新兴重划区那些地段的空屋主人更倾向先租不卖，反而在市中心由于房子依旧好脱手，房东们并没有增加出租的压力，所以租金走势可能两极化。热门地段房租依旧高档难下，冷门地区租金则可能出现溢价空间。长远来看，如果空屋持续居高不下，或许政府还会考虑更进一步的空屋税，或提高持有成本，以逼出更多闲置住宅流入市场。如此一来，租售价格都将朝更合理的方向调整。面对近100万户的空屋，有人忧心忡忡，认为这是房市泡沫的征兆，也有人相对乐观，认为这只是短期现象，长远而言房市依然有支撑。我们该如何看待未来的趋势呢？许多专家提出短空长多这4个字，也就是短期看空，长期看多。短期内利空因素的影响仍在，高利率环境可能持续一阵子，政府对房市的调控态度也偏向保守，买方信心难以迅速恢复。因此接下来的1年半载，房市交易量可能继续低迷，空屋率也不太可能马上掉头下滑，甚至可能暂时再攀升一些。在这段期间，市场将进行自我修正、价格调整、库存消化，
建商策略转换，种种阵痛在所难免。但从长期来看，支撑房市的几个基本面仍然存在。首先，都市化与小家庭化的趋势没有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都会区打盼，宁可蜗居小套房，也要住在离公司近、生活机能强的地方。而单身人口与顶客族、双薪无孩家庭的增加，意味着对小坪数住宅的刚性需求始终在那里，只是他们需要可负担的价格和良好的地段。一旦房价调整到合理区间，这批潜在买家很可能会出手承接，为市场注入活水。其次，台湾人传统观念对房产的偏好仍在，尽管这一代年轻人常说买不起房，但真到人生关键阶段，多数家庭还是希望拥有自己的房子。结婚生子需要房，退休养老需要房，住宅自有率超过80%的台湾，房子不仅是资产，更是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当房价进入盘整期，正是部分刚需族群悄悄进场的机会。未来几年，如果利率回稳甚至下调，或政府再祭出鼓励自住购屋的新措施，例如延续青安贷款优惠，购屋需求可能反弹。还有一项利多是公共建设与区域发展，政府正积极推动各地的建设计划，例如捷运延伸、铁路地下化、新的科学园区等。一旦交通条件改善，就业机会增加，先前滞销的区域可能翻身为新兴热区。很多空屋所在的地区，其实就是在等待一个契机，也许是一条捷运通车，一座大桥开通，又或者某科技大厂进驻，带来人口。当环境条件一到位，过去的幽灵屋瞬间就会变成抢手货。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像几年前新北三峡、林口一带空屋多，但随着捷运与商圈发展，这2年房市也活络起来。因此，眼下的空屋也许是为下一波发展潮蓄势待发的资源。当然，长多并不表示房价一定再飙涨到不可思议，而是说市场有理由逐渐恢复健康运转。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次的教训，各方会更加审慎，建商不敢乱炒地盖不对路的产品，政府会加快社会住宅和居住政策的脚步，减少市场失灵，买方也更加理性，不会再盲目恐慌性进场。理想的状态是，台湾的房市能从过去几年的狂热中冷静下来，走向供需平衡、良性竞争的新局面。房子盖得刚刚好，人民买得刚刚好，空屋率也自然会下降到健康水准。站在这个时间点回望，我们仿佛看见一出起伏跌宕的房市剧。前半场是疯狂加码，满城盖楼，人人怕买不到；后半场风云变色，有屋难卖，户户愁脱手。15年间，房市像坐了趟云霄飞车，载着开发商、投资客和寻找家的凡人，在高低起伏间惊叹不已。如今空屋率创下15年新高，给所有相关者上了一课。房子不是永远只涨不跌的印钞机，它也会有卖不出去、灯火阑珊的时候。这波空屋潮虽然引发不少担忧，但同时也孕育着改变的契机。或许正因为空屋多了，我们才开始认真思考房地产发展的品质与均衡，哪些地方的开发是过头了，哪些族群的需求被忽视了。我们也看到政府和市场正在做出调整，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努力，例如鼓励把空屋释出来出租或变成社会住宅，让原本闲置的资源重新服务有需要的人。再如推动都市更新，把老旧空屋重建为新宅，改善居住环境。可以想见，经过这场洗牌，未来的房市生态将有所不同，投资客将更谨慎，自住客将更受到重视，产品将更贴近实际需求。对一般民众而言，曾经遥不可及的房子也许正慢慢向你走近。如果你一直观望等待，也许未来1-2年内会出现不错的入手机会，但也别忘了精挑细选。毕竟空屋多并不代表好房随处都是，地段和品质依旧是关键。对已经有房的人来说，空屋潮则提醒我们，房产并非万无一失的保值品。如果房子空着不用，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浪费，不如想办法善用它，或租或卖，让房子真正成为家，而不只是冰冷的资产。空屋率15年新高，这看似是一个房市的警讯，
但或许也是转机的开始。让我们期待，在政府、建商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居住正义不再只是口号，让现有的房子都有其应得的归宿，或迎来温暖的人家入住，或转型为新的发展起点。当夜幕降临时，希望每一扇窗都能亮起灯火，而不再有那么多冰冷黑暗的角落。房子终究是给人住的，有了人气，楼宇才有灵魂。这场空屋风暴最终也许会让台湾的居住文化变得更成熟，从狂热逐利走向脚踏实地，让房子回归它最根本的价值，承载生活而非徒然空置。房市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拭目以待下一章的发展。